大家晚上好，准时开始，换眼镜儿。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老范读评。哟，要等4小时，这个这卡尔加储银行每次都是一开始就来。欧盟计划对 TMO 海外版深印和全球速卖通等大国电商廉价商品征收关税，将在本月建议取消现行150欧元约161美元的免税门槛。这是对海外电商的计量出问题了。欧盟一个是忧虑这个免税商品的数量太大，一个是商品不安全的太多。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其实你加了税以后，对于他们还是很便宜。你就算是比如说加个100%的税，对于他们来说依然是便宜的一塌糊涂。好，感谢会员加入。商业的本质是要求繁荣，一旦一家垄断了，比如平台，就很难繁荣。印尼先杀了直播。我昨天离开马来，发现马来根本，不能打开小红书直播。哎，马来没感觉啊，但我在马来没看过直播啊，马来看抖音是没毛病的。我觉得杀直播这件事儿是印尼干的比较二的一个事情，加税是比较正常的。坐等这个还是你早对，吃瓜吃瓜，这个我们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明天早晨继续直播明天早上8点半，我跟土拨鼠再去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火箭到底是咋掉下来的。前面呢我们其实有一些猜测，但是现在有更多的资料出来实锤了，所以我觉得明天早上8点半，我们可能再做个半小时到1小时左右的直播，然后把这个事情跟大家再解释一下，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明天早晨要干的事情明天早上8点半，我待会儿直播完了以后去发直播预告下一期直播预告。你也来第一次赶上直播，这算地道的。我在想在线等阿里亚纳火箭发射的土拨鼠札记，结果仔细一看还有1周呢，你可以等1个礼拜。老范预测特斯拉真准，特斯拉大涨，可惜我没买好吧，这个我也没买。礼貌观影，先赞后看感谢。8点半太早了吧？没事可以看回放。你这每次都第一回今天是第一次进入直播，这个呼吁点赞，好，感谢点赞这个你算今天第一次来的。好，我们把评论拎出来。好，我们老范读评第一条 ，OpenAI 封闭中国 API。中国的 AI 人才估计占全球 AI 人才的74%，他们意图压制中国，真不知道他们的脑袋是被驴踢了。中国一个14亿人的超级数据库也不要这是一位厉害了我的国的朋友这个我不知道他怎么计算的，中国 AI 人才占全世界74%原来确实有个统计说。中国的 AI 人才可能在美国都占到1半，而且这些人不是美籍华人而是出生在中国大陆的而且他可能本科都是在中国大陆上的这帮人但是他怎么统计出来的呢？他是靠着发表文章就是你现在发表的都是文章，然后这个文章有多少引用因子，然后这个人的这个国籍以及他出生地，然后拿这个玩意儿统计出来的。大概中国是占到50左右但是74%这个数字稍微有点夸张。另外一个呢，这些人在中国他就做不出来他得到美国去才能做出来这个也是比较悲哀的一个事情吧。再往后没有 OpenAI， 还有 Cloud 跟 Gemini 但显卡被卡过比较严重点连开源呢都玩不起。这个里头呢，咱们正好讲一下这几个产品
Cloud 是所有的产品里限制最严的。你像我在家每天都是可以用 OpenAI 的产品的，但是 Cloud 呢，它就不让我使，就是它对各种的翻墙啊什么这个管得非常非常严。然后这个 Gemini 相对来说松一点，因为谷歌其实很多服务在国内还是能就稍微的那个什么一下吧，都能用啊，就是它对你翻墙的这个姿势并没有那么高的要求。这个 OpenAI 的要求呢要比谷歌高，然后 Cloud 比它更高。至于显卡这件事儿呢，其实国内并不缺显卡啊，这个可能跟大家想象的稍微有一些差异。第一个呢，就是走私一直都很多啊。第二个，其实国内原来存了好多显卡，然后现在呢，他们也在很努力的尝试用华为的升腾910等其他的一些算力卡去替代。在这种替代的过程中呢，你去做大模型训练，它是费劲的啊，就是它可能需要更多的电、更多的空间、更多的钱。但是你去做一些标准的，比如说上千亿参数这样的模型推理的话，或者几百亿参数的这种模型推理，升腾910什么这种芯片还是可以使的，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可能就是现在的一个现状吧。对。再往后以中国经济体的规模及悠久，OpenAI 想必用了不少中国的研究材料、文章等作为他们的数据资料，将中国人的智慧结晶拿来用还赚钱啊？凭什么不让中国人分享资讯？呃，于情于理于法都不对。中国官方应对 OpenAI 提起国际诉讼，若执意停服就要求权利金，如不给，就必须将所有中方古今研究的资料文献都从 OpenAI 的资料库删除，看你 OpenAI 是否还是万事通，并并联合其他停服的国家，如俄罗斯、伊朗、北韩、古巴等联合索赔，至少也能凸显他们的不合理。这位朋友的思路很神奇啊。第一个，我们从来就没有允许他来过不是说人家停服了，而是我们从来就不允许他来，他来了也得申请包括像谷歌、Facebook、Twitter 这些，我们没有批准他们来他是这样的，不是人家不想来OpenAI 也是类似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关于 OpenAI 的语料库里头到底有多少中文信息的话，也许有1%，可能更少一些，对吧？大概也就是如此了。它可能所有的非英文语料加在一块儿，也就是可能3%、5%的一个水平那个中文到底有多少，真不确定至于说俄国、伊朗、北韩、古巴这些国家在里面到底有多少，也不太确定。其实像这些国家，你如果政府允许他来，他们其实挺开心来的。但万一来了以后被人和平演变了，你找谁说理去对吧？所以这个逻辑呢，我们还是要分清楚这个看我的节目，因为这个 OpenAI 封闭中国 API 这个事儿呢，就这条视频是有3万多次播放算是我的视频里播放比较多的，所以也会吸引一些这个老范讲故事频道平时不怎么来的人来去听所以呢就会有一些这样神奇的言论出来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快乐一下。再往后这个说麻烦讲一集国内的这些 AI 应用有哪些是用 GPT 接口的，哪些用的谷歌的这个也是一位逻辑不是特别清楚的国内的 AI 应用呢，其实并不是使用 GPT 接口，也不是使用谷歌接口国内真正能够服务的这些大模型都是自己训练出来的你要说谁家用了 Meta 的，也就是 Facebook 的，这个确实还有不少因为 Meta 那个是一个开源的国内呢有很多的这种大模型是用的 Meta 的Llama Llama 2、Llama 3重新去做的微调训练这个是存在的但是没有谁家的直接用 ChatGPT 和谷歌他们使用 ChatGPT 和谷歌的方式呢是拿 ChatGPT 去生成大量语料回来做训练但训练出来呢还是自己的模型谷歌也是如此。但是谷歌比较二呢，它用了很多百度的语料去做训练这个所以你问谷歌很多问题的时候，经常会告诉你我是百度这个就比较二一点。好，我看看这边。
点赞，感谢。Codes 的workflow 多步骤执行功能、插件功能，都是怎么是实现的啊？这个人家叫怎么实现？人家就是一步一步干的呗。他给你提供了这样的功能，你就用就好了。但是讲到 Codes 啊，这个因为我这2天正在教儿子使用 Codes，然后发现了一件神奇的事情。什么神奇的事情呢？就是原来OpenAI 没有封闭中国 API 的时候，Codes 海外版我们去使用 ChatGPT 的时候是免费的而且这个给的量也很大，一天可能使个几百次没什么问题。但是现在每天你在这个 Codes 海外版上使用 ChatGPT，大概能使个10次，就直接告诉你超过了，不让用了。这个也是让你明天再来这个我估计就是 OpenAI 封闭中国 API 的一个后果因为很多人可能会到他那儿去薅羊毛他受不了了，说来我给你封掉。所以现在呢，Codes 的海外版要求大家去买会员而且他那个会员还挺贵，1个月是$6吧，好像是$6。我刚才看了也没太注意这个说错了，大家也等我看一眼codes.com， 它这个现在已经开始去征集付费了，它的付费是 setting， 然后我不太确定因为刚才是在我儿子那个电脑上出来了，现在不知道他这个订阅是多少钱了他反正现在是要求你去订阅了。今天第一次看直播用 Vision Pro 看直播真的是太爽了，好吧？这个等看完了以后告诉我是不是头晕发表文章数量也是明辨，也得明辨国外其实公司的开发一般都不发文章，你可以去查查甲骨文雇员发表的数据库文章。如今谷歌 AI 这么起劲发 AI 文章。算是个新现象。这个反正我知道微软、谷歌其实还是算是比较爱发文章的，甲骨文确实发的少，微软发的不少的而且这个其他的也发，而且他们是这样，就国外呢很多大学这些大学教授是每过一段时间会有这种假期，他可以到公司里去上班上1个月的班或者上1学期的班，然后回到校园里继续去教书，继续做研究。因为呢，他们也害怕说，他们的大学教授脱离实际太远，然后公司里面的一些高管或者一些核心技术人员呢，也可以到大学里面去上课，对吧？这个在国外还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所以发文章这件事儿，不好说不好说，而且现在可能华人更喜欢发吧。这个晚上好看来你是跑步归来了哈。先赞为敬现在 GPT 的算力不够，所以干脆直接把正义联盟的服务都停了，等到5年以后算力过剩了或者技术停滞了，他们闲下来再来轰开我们的国门吧。这个未来的事情未来再说了。打卡刚才开 YouTube 被警告了，说广告屏蔽是禁止的，对，不允许广告屏蔽这个我就靠这玩意儿这个赚点饭钱呢，对吧？你把广告屏蔽了，我会饿死的。好，我们继续。这个微信到底支不支持华为鸿蒙在这期节目里头，有人说不同意你的观点，有点黑华为的意思。腾讯这家公司是中国最大的网络毒品公司，对中国的青少年造成了巨大伤害。还有就是微信是个系统，不是 APP， 对我们的手机造成巨大的危害。就是要不断的换手机才能满足微信的需求。这位朋友呢，肯定也是一位华为铁粉非常非常欢迎。怎么说呢？公司我们不要以善恶来去评判它，公司该干的活就是挣钱为股东谋取利益，这是公司在该干的事情。然后在为股东谋取最大利益的前提下当然这个不叫前提下了，就是应该是叫做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为股东谋取最大利益咱把这话说反了。现在呢，微信已经算是合法合规的公司，对吧？在这个基础上，你再对它有一些道德要求就会有问题就跟前面咱们说恶意上班恶意学习、
恶意请假回家啊，恶意休假，这个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善意恶意这个东西是个主观的事情啊。至于说华为呢，你说这个微信是最大的网络毒品公司，如果他愿意把卖毒品的钱分一半给华为的话，华为会非常愿意帮他们去分销这些毒品的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不需要去折腾到底是微信高尚还是华为高尚。那么高尚的人就应该无偿的得到这些卑劣者的现金吗？啊，这个我觉得有这种思想的人还是很奇怪的。再往后啊，华为仓颉编程语言超级缝合怪这一条应该叫仓颉啊，不是仓颉。我是看了好多文章写的是仓颉啊，后来我仔细查了一下，确实是仓颉啊，是我写错了，这个要跟大家道歉啊，仓颉啊，这个文字就不去改了，让它在那儿留着吧啊。而且具体叫什么其实意义不大，因为它这个什么呢？就是它的语言里头都是拼音啊，仓颉的这个拼音这个它的后缀是 CJ，所以为什么我当时会写错？再往后啊，有人反复提醒我Kotlin 是JetBrains 创造的啊，不是谷歌啊，这个是这样。就是谷歌其实推的很多的语言它都是社区的主要贡献者和推广者，但是呢，这些语言未必是他造的，包括前面 Python Python 它也是Python 社区的核心贡献者和核心的这个推广者，但是 Python 也不是他造的，包括后面的Dart 我忘了是不是他做的啊，然后 Go 据说是谷歌做的，对吧？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它反正都在推这个谷歌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我记得我在讲的时候也应该主要讲的是，谷歌在推广 Kotlin 吧，应该我不知道，不太确定是不是讲的谷歌发明了 Kotlin 再往后还是一样的，说这个博主对华为有偏见，为什么华为不否认不承认就有责任？有多少厂家骗人不是更坏吗？中文这么多输入等问题，为什么中国人不都用英文？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啊。首先呢，我对华为我不觉得有偏见啊。如果有偏见的话，咱们就说它一无是处了。其实我的评论里有很多人都说华为一无是处的，我一直都在讲说华为在技术上在工艺上，在很多的商业上还是成功的技术也还是可以的，有可取之处。就算它做的这个鸿蒙系统包括仓颉编程语言，也都有它技术上的先进性。这个事儿我觉得我都讲得很清楚并没有说华为一无是处但是呢，关于中文编程语言这件事情，我觉得华为作为一个开发者社群里头或者开发者生态里的一个公司，当出现这么大的误解的时候，甚至因为这样大的误解就获得收益的时候，他应该是有责任站出来说出真相的而不是说不否认不承认就可以不承担这个责任这个我不知道提出这个问题的朋友在不在现场但是我还是要坚持我的看法。至于说有厂家骗人是不是更坏这件事儿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传统的这个中国人的思路，对吧？这个思路是什么呢？比烂，对吧？哎呀，这个美国人原来还杀印第安人呢，我现在干了点这个事儿，你凭什么说我呀？你也配，对吧？这个叫比烂。我觉得呢，我们不要去比烂咱们还是要往好了比。你像我去讲华为技术的时候，我都在讲华为的技术跟现在的各家大厂之间技术比较起来有哪些先进的地方，对吧？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客观的至于说中文输入有问题这件事儿，为什么中国人不都用英文？这个怎么说呢？其实有些国家是这么调整了有些国家就已经比如说越南什么都已经变成完全的拼音文字。中国人呢，你说我愿意保留中文也没有任何问题了。这个你不要拿它去写程序就行你说我拿它去写小说去做其他事情都没有毛病，但是不能写程序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好，我们看看这边还有什么这个比较操一般，看个2-3个小时都不晕，好吧？你是算比较这个什么的CJ 我只知道 ChinaJoy， 好吧，我也知道 ChinaJoy。我在挪威时确实挪威年轻人喜欢华为，
在外市场做的可以。是的，其实德国呀、欧洲很多都挺喜欢华为的，就是在被制裁之前，对吧？但是德国现在号称是要把所有的华为设备都拆了啊。你自由职业收入除了做自媒体还有别的吗？没有。当年华为确实在欧洲很火，是的，在非洲也很火。我那个记得是在，2018年，好像是2017年、2018年、2018年吧，我去南非啊，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满街的华为广告大家买华为买的可开心了。2019啊，那个时候还可以啊，鸿蒙生态有点难度，是的。其实我在讲这几期华为相关的视频的时候呢，讲到了他们的鸿蒙生态，讲到了它的仓颉生态。然后呢，因为是上周五嘛，上午放的仓颉，下午呢放的是下午直播的时候讲的是Git code 的抄袭啊，所以我觉得它不可能有生态啊。当一个不愿意遵守生态规则、愿意抄袭的人说啊，我也来去开源，我来做生态，呃，他不配啊，只能这么讲。华为对于 Git 的伤害也很逆天了，是的。道路和尚应该去华为做 CEO，良心人士，这是什么故事啊？不太了解了。这个任正非还没我烂呢，咋没人说我呢？这是哪儿跟哪儿啊？不要比烂啊！拼多多开创了中国版零元购，已经涉嫌犯罪了，什么时候收拾他？这个事儿我其实是不赞同的啊。这个待会儿咱们读到这块的评论的时候再去讲啊，怎么看这个孟晚舟什么啊？我觉得猜测这种事情就没有任何意义啊。越南、泰国要收中国低价商品的增值税了。我觉得收税其实没有任何问题，挺好的，对吧？他发现这事儿不行，他就收呗，对吧？他愿意收，我们也收呗，这个事儿能怎么样？或者我们也不收也可以。大家知道维多利亚女王的时候，欧洲就说你们英国生产商品太便宜了啊，我就要朝你收税。然后英国说没问题啊，你们随便收啊，你们收完了以后，你们的商品到我的国家我不收税啊，最后造成了这个日不落帝国，对吧？这个还是要稍微眼光放长远一点。明儿要给老板汇报用大模型框架做出海内容策划，投放和效果分析的应用，有啥要点可以点拨不？我天，你干这个活儿还是很棒的啊！呃，首先你还是要把所有的内容或者说就是内容做大模型自动生成，其实意义关键没有那么大。你还是要把所有的数据都抓回来，比如说我投放了以后如何去计数？投放了以后，每一个平台上面每一个安装或者每一个下载、每一个购买、每一个付费如何去记录？然后呢，把所有这些东西汇集在一起以后，再去评价说我现在投放出去的东西到底是怎么样这个事儿是第一个可以干的事儿。第二个呢，其实不要去生成自己的内容而是干嘛呢？要把所有竞争对手的内容都抓回来，对吧？然后抓回来以后，你可以让大模型帮助分析，然后把所有的这种评论这个包括其他的一些这种回复都拿大模型进行分析。分析完了以后，至少能够做到一点，不是说我用大模型去生成了内容，而是说我知道我所有投放出去的东西的有的放矢，这件事儿是最重要的。然后才是说我怎么开始用大模型进行内容生成那么前期也是我们收集了所有的数据也知道所有的数据内容生出去以后，它这个数据反馈的模型是什么样的也知道竞争对手投放了什么样的东西，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抽取出特点来，然后进行新的内容生成，然后进行怎么一步一步的去小步快跑去进行测试这个才是叫做大模型框架做海外内容策划、投放和效果分析的应用大概是这么讲。也要领先做开源，就是大家都开源给他，他自己不开源给别人。哎呀，这个我觉得他比这还过分他把别人开源好的东西直接给改了，他更过分一点。
梦要是还至于上中专啊，这个，但梦上中专这个事儿，我刚才查了一下没查到。我刚才有人说他是常州什么这个一个什么学校出来的啊，后来我查了一下，网上讲的是他是深圳大学的本科，学财会的，然后呢是东南还是哪儿的华东的那个硕士啊，还是学财会学金融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是深圳大学毕业了以后去建行待了一段时间哈，然后去的这个叫做哪儿呢？然后去的华为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好，我们继续读评。OpenAI 买，我觉得 OpenAI 做产品是有问题的。它现在的地位来自于它对应用的支撑。如果它也想自己产品化，做自己的 AI 应用，现在追捧它的公司全都会成为它的竞争对手。作为底层支撑，它的先发优势和技术优势，其实能给它带来巨大的利益。现在的应用厂商也才甘心情愿的掏钱用他们家的服务。如果他要赤膊上阵，面对将来无穷无尽的对手，他的优势反而有可能成为他的缺点。没有一家应用厂商愿意接竞争对手的服务。这件事儿怎么说呢？第一个，他不做应用的话，OpenAI 到现在为止盈利可能还是有些问题。如果他不再开发新模型了，他有可能是可以盈利的。他一年半年挣了34亿美金回来嘛，这些钱应该是够他烧的。但如果说我想做世界模型，想跟大家竞争，想不断的做新模型出来，那么这个钱其实是不够他烧的那么他才会想要去上市嘛，想去再圈一些钱回来，对吧？所以他肯定还是要更多的钱至于说他做了应用以后，会不会跟其他的应用厂商成为对手呢？现在其实已经无所谓了，因为现在大家调用 Cloud、调用谷歌、调用其他的一些开源、美塔呀、拉玛这些东西，对吧？有很多的任务上已经可以替代它了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再往后，这个我看看这边还有什么说到孟晚舟学历突然想起来，他小学是在我这儿读的，好吧？他们家是常州的吗？不是吧？我不记得任正非是常州的呀。这个当然我没查，我不确定。再往后，这个 Git 搬运 GitHub 这条就骂人的就比较多了这个华为哪个要脸？你说我听听。谷歌、脸书、苹果帮助收购所有外国人的信息就要脸了，棱镜门实现了的。这个事情怎么说呢？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谷歌、苹果、脸书就帮助收购外国人的信息这个不太确定。然后呢，这件事儿不要比烂还是如此。再往后搬运 Git 项目这事儿，无耻的程度已经无言而喻了。但是我想问问比较实在的事情就是他这间公司准备如何运作下去？他们认为这么做可以吸引到人才，还是准备一直搬运就完事儿了？虽然华为他们看情势是在压制新闻，但是在科技里工作的人应该是消息最灵通的。我认为还是他们真的认为会有无数的爱国者加上会打代码的意愿帮助他们呢？我可以理解，如果是一个古板的政治领袖人物做出这样的决定但是一家科技公司做出这种决定就很让人难以理解了。这是在中国，真的所有的事情都已经离不开政治了吗？这个事情呢分几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华为现在这种运作方式到底能转到哪一天不好说第二个呢，这个中国反正现在不管是不是爱国吧，他只要愿意招聘这个程序员还是有的是的，上千万的程序员等着他去挑选
大家为了上个班都没有任何问题，都愿意去，对吧？如果他给我发足够的薪水，我也马上闭着嘴上去上班去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我也不觉得丢人，对吧？只是人家也看不上咱啊，那咱就接着坐这儿骂吧，啊。至于说这个决定到底是谁下的，不那么重要吧，管他谁下的呢？最后一定是临时工干的。好，再往后说，原来在通讯行业了解很多华为做过的恶心事儿，可以说华为是我最讨厌的公司，没有之一。有选择就绝不买华为家的产品啊。这个，在通信业这种 to 大 B 的销售啊，或者 to government 的销售里面，华为的手段还是很丰富的啊，咱们只能这么讲啊。其他讲多了，人家说咱造谣，再往后啊，不知道老范为什么对这起搬运事件这么愤怒？记得之前有几期，老范对国内所谓的自主创新持开放态度。国内软件业20多年前起家就是靠这种手段啊！这个事情跟大家解释一下啊。我对于国内的很多创新，你哪怕说我在人家的基础上再去做研发，这个事儿呢，我觉得都是可以去支持的，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吧。第一个呢，你还得自己做点什么，对吧？你不能直接搬人家东西。第二个呢，你得承认，对吧？说，哎，我站在谁的肩膀上了，然后我在这基础上做了什么样的新的东西出来，这个事儿你得去认，你不能说我把人东西拿回来了，然后自己也没看，然后直接给人家把名字改了，这个就太过分了啊！这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两回事儿。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现代软件行业的腾飞或者软件行业的基础就是开源啊，大家要遵守开源的规则，遵守开源的礼仪和礼貌。华为把这个东西破坏了，绝对是叫自掘坟墓，我一直在讲说，我对华为的观感呢，算是中等偏下啊，就不是那么喜欢它，但是呢，也没有说它就万恶，就是万恶的华为啊哈，我也不至于，对吧？我还是希望说他们这些做出努力的工程师可以得到相应的回报，但是，他做了这件事情的话，就相当于是把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扔掉了啊，所以这个事情让我很愤怒，而且他把中国很多做开源的人的努力也都直接埋葬掉了啊，这个也是，让我们很愤怒的一个原因，因为我自己是一家开源基金会的顾问嘛，对吧？这个也在重庆的一个开源基金会，叫天工开物基金会，对吧？那么我对他糟蹋了我的努力啊，我也会感到很愤怒的。任正非祖籍是浙江浦江啊，在贵州镇宁出生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孟晚舟高中从深圳华明学校，现在深圳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后，考取常州财经学校，全日制学习2年，后来又从深圳大学会计系毕业，硕士考取华中科技大学啊，他还真去了常州啊。好吧，看来是我今天查的时候没有查清楚啊。求会员频道造个华为的谣，这个没什么意思，这个何必呢？会员频道里头其实有一些跟华为有关的信息但是这个我不知道你看没看到啊？再往后啊，这个胖东来的擀片皮事件有人说了胖东来那个属于过头了，掉一根头发都算卫生问题。我自己家里做饭，偶尔还掉根头发了。我妈做饭，我1年总能吃到1次头发。这件事怎么说呢？你自己家里其实真的无所谓但是你作为一个为公众服务的一个餐饮企业，你这个事儿就不能让它去发生。这种事儿呢，还是要防微杜渐你这次说掉根头发没问题下次说脏一点也没问题，那再下一次到什么时候算有问题呢？对吧？这个食品安全这个事儿还是要更严格一下，这个没有任何好说的。你家里做的再怎么着，你吃了食物中毒了、拉肚子了这是你家里的事儿，不需要被别人负责任。但是作为一个这种零售品牌来说这个事儿是不行的。再往后胖东来是中国的福特，把利润分给员工，
只会让企业更成功。这件事儿呢，要这么讲啊，员工呢要过得好，但是呢，企业也要留下钱来去发展，这个是相互的。而且福特呢，其实大量的钱也还是在自己手里头，对吧？他只是说我让员工啊更加有这种叫做什么呢？更加有尊严的活着。在这个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福特是第一个给出来是1小时多少美金的这个最低薪资保障，对吧？是福特给的啊，这个怎么说呢？也算是当时做的比较好的一个事情吧。而胖东来呢，确实把很多的钱分给了员工啊。一方面是胖东来自己也说我于东来吧，他叫说我花不了那么多钱啊，挣了钱我把它分了算了啊。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要看到啊，胖东来的发展是有问题的，他没有这么多的资金基础以后，他就没有办法去进行并购，去进行拓展啊，他只能在新乡和许昌这些地方去混，对吧？这也是他的问题。好，再往后，有点说错了，胖东来和海底捞完全两种公司，无可比性。海底捞表面上看起来给员工不错的待遇，服务初期时候员工也很卖力，可惜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公司。好好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海底捞这家公司如果企业文化够深的话，那个创始人张勇就不会移民新加坡套现跑路。我不觉得于东来于大哥有生之年会做任何移民其他国家的事情。说本质就是海底捞比胖东来肤浅多了，没有可比性啊！这位又是一个厉害了我的国的朋友。我不觉得移民到新加坡跑路就是这个企业文化有问题啊，但是这种胖东来这种其实也是叫大家长制的文化和体系啊，包括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海底捞，其实一开始也都有一些这样的问题啊，但是你要长大到一定程度以后，你还是要进行资本积累，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儿，是吧？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长大到一定程度以后，你还是需要去面临管理分层、各层级目标不一致的问题。张勇呢，最后肯定也是看到了一些国内不利的因素吧，特别是对于餐饮企业不是非常有利的因素，然后他快速的离开了，我觉得算是比较明智的这个处理方式吧。至于胖东来呢，他反正在以现在的这个规模继续发展下去，也就这么带了啊。如果长得再大一些，他可能会出别的事情啊。你也不能说这个胖东来以后怎么怎么样啊，咱们没必要去为他做这样的这种叫做什么呢？这种预想啊，你也不用绑架他啊，说这个于大哥以后就不会移民啊，没必要啊。他万一以后走了呢，对吧？你这咋弄啊？所以不要想太多这个事情。再往后我的中国经验直觉告诉我，胖东来肯定有猫腻啊，绝对不是什么良心企业。感觉他是不停的自我炒作上热搜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就是中国传统的无商不奸的这种很根深蒂固的一种理念吧，就是只要是有商人做的还不错，大家就觉得他一定是坏人啊，他一定想干其他事情。我觉得呢，我们还是要相信社会上有好人的，你不能说这个社会上全是坏人，这样的话我们自己活着也会很累的。嗯，好，我们继续。华为强推5G 时，正是星链快速而已的时期啊。这边反应过来是手忙脚乱，但为时已晚。某种程度上讲，华为有罪啊。这个倒不用这么讲啊。华为强推5G 的时候呢，星链确实在起，但是当时国内其实已经有大量的企业在开始做这块。至于说为什么没有像马斯克做的那么快，对吧？中国有中国的情况了，因为我也有朋友在做，对吧？我也有以前的同事在去做这种卫星公司都有，所以这块还是了解。而且中国的电信运营商其实更是喜欢集中力量办大事，他们也一开始就在支持这件事儿。华为有2个任老板负责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大嘴主打自主忽悠
内卷抓钱，哎，任老板离我们还是稍微有点远啊，具体他在干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胖东来跟华为比较的视频分析的还是很透彻的啊，感谢。想要获取个仓颉的 SDK，又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又得注册 Gitcode 的账号，还要填写问卷，甚至还要提供身份证号码，就实名制啊，对吧？就是实名制啊，对吧？就这么简单。想了解一下现在有什么专业热门啊？请问小范他们班这一届学生都报啥专业啊？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儿子是想去学计算机。至于他们同学报什么就没有那么大了解了。中金降薪啊，有人高位买房，现在还不起房贷，直接跳楼了啊！这个今天的新闻吧，但是很有趣啊。今天讲的是什么呢？中金出来辟谣了，说有人跳楼这个事情是谣言啊，但是我们还是要为离世的同志表示哀悼啊，就是这个人应该不是跳楼死的，但是确实也死了啊。这个反正我是头一次看到这么这个精神分裂的辟谣方式啊。胖东来开课好像是50万一个人啊，这个胖东来的课其实好多是公开课，就是你是可以直接在网上可以看到啊。胖东来的很多的课程视频都已经在抖音里头流传了。胖东来不靠超市挣钱，他靠收学员卖课挣钱。我觉得我们没必要把每一个人都想的那么坏，对吧？我觉得胖东来有他可能不好的地方，但不好的地方我觉得是，他的企业管理和运营上呢更像个艺术家，对吧？连工匠都算不上，更不要说科学家。其实啊，咱们反过来讲，华为呢还是有一整套科学的，企业运营管理方式的，否则的话，他也没法把这个企业做到几十万人，对吧？而你是几十万个研发人员啊，还有各种销售、售后服务人员，这个要比胖东来去管理这种这个超市还是难度要大多了。胖东来的命运跟网红郭有才最后结果应该相似，不接受招安，那么就是大手无情的打压。他是这样，他如果就在许昌西乡混呢，也就这么混下去啊，因为他手里没有那么多钱，他也不可能说全国铺开这种事情，所以他有可能能混下去。但是如果他全国铺开的话，呃，那我觉得他不一定会像郭有才，他有可能会变成孙大武。胖东来可能都没想过扩张，他肯定想过，只是这个扩不起来而已。老范能说说央行找市场去向借国债遇市场吗？这个遇市的就是，现在实在是快没招了啊，就这么简单。因为前面是债市涨得太厉害，啊，大家不希望这个，就是央行也不希望大家都把钱存在国债里，对吧？他希望大家都拿钱去消费，去买房，去买股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是说，那我来去做空国债吧，央行出手做空国债，这玩意儿完全属于作弊啊！我告诉你，然后呢，这个股价就确实涨了一点点啊，债市开始暴跌，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了今天的结果啊，3000点好像又失手了，5000多只股票里头，一共成交额大概是5000亿啊，原来我们讲过，到8000亿算及格线，对吧？正常应该上1万亿一天的交易额，今天呢就属于是5000亿。每只股票可能交易的金额不到1亿，也就这种水平了。然后3700多家下跌，然后其他的可能稍微微涨一点。这个怎么办呢？就是大家死给你看呗。你去折腾国债，去折腾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就告诉你说这个，你想股市里就两种人嘛，一种是散户，对吧？一种是机构。机构呢，我们跳楼，对吧？中金跳楼。散户呢，就是我们就真没钱了，我们坐在这儿看吧，然后咱们都瞅着今天还有人讲那个胡锡进胡锡进今天又亏了66000600多不对，今天好像亏了几千块钱吧，7000多块钱，大概总亏损额是6万多66666这个说这个数据很吉利啊，给这个 A 股喊666了，这是对吧？那还能怎么办呢？现在等于我们就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就是所有的指标都在向崩溃前进，也没有任何其他办法了，所以他就开始做一些这种作弊的手段。
胖东来其实就和南街村一样啊，感觉符号象征的意义更大。你要它复制基本不可能啊，中国这么多年了，也就一个南街村啊，这个复制就这样了。不叫南街村吧？你是那个是叫西华村吧，还是什么？西华村好像是有一个号称是一直社会主义嘛，那个村子我们不分地，我们都搞这些东西，对吧？但是后来也就破产了啊。这个叫什么村，我一下想不起来那个名字了。就是他原来有个老书记特别强势，然后后来那个老书记离世了以后，然后公司整个就废了，对吧？当时他老书记在世的时候呢，就任何人不允许买好车啊，谁敢买好车他就上门去堵你。啊，任何人不许拿钱去奢侈啊，然后呢，你必须把钱存在他那儿啊，这大家长嘛，就是钱我替你存着，啊，就跟你有压岁钱似的，我不能给你瞎花，对吧？等他一离世了以后，大家就别人信不过了，啊，就直接崩财啊，这个我觉得寓意不是很好啊，大家不要联想啊，只能这么讲。这种除了消费者上下游全部高配，全赢的企业会有猫腻的。急于扩展人设，打破后，就不能靠神话赚钱了啊，这个我倒不太信。这种呢其实是这样，就是你如果没有那么多的说我要扩张啊这样的要求的话，超市还是挺挣钱的一个生意啊。最近完成啥里程碑没？没有啥里程碑啊。中金的辟谣说是自身原因，哎，这个就不管它了呗。天朝式辟谣啊，避重就轻。是的，今天赔一个1000万，先给点颜色看看，后面不老实，大棒伺候挣了钱自己分，你觉得不照顾一下大佬会长久吗？这个，哎，别想太多了。山西不是又有个孙大武吗？啊，这还不知道，没去研究。啊，现在是买错一套房，10年白干，跳楼应该只是个开始。当然，日本也让很多跳楼的啊，是，日本是当时跳了不少。于东来正式宣布自己将以导师的身份帮扶永辉超市郑州、新乡2家店铺。这个我觉得他就想多了。你如果不拥有这个企业，你不拥有这些人员的任免权利啊，那么你能干啥啊？啥也干不了，最后只能是现回原形啊。胖东来很容易变孙啊，我正打这个老范就说了，是太得人心是危险的，对啊，华西村是华西村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政府现在应该准备预案，想想经济崩溃以后怎么维护秩序的问题了。这种事儿呢，就谁也不能说啊，谁也不能认，就跟这个崇祯到最后看着满朝文武说：“你们有什么建议呀？”对吧？他最想听的是什么？说皇上咱们啊南巡吧，或者咱们这个到南方跑吧，他最想听这个。但是呢，任何人都只能看着他，谁也不能说这话。为什么呢？因为前边所有说议和呀、南巡啊这些人呢，都被他砍了，对吧？说你们这些人啊，这个乱了军心，实际上都是他自己想要的啊。所以现在的状态应该是谁也不会去做什么预案啊，想都不用想。华西村是的，华西村后来揭开了，里面一塌糊涂，是的。所以就是大家长在上面摁着是可以的啊。楼上说的南街村是一个90年代发迹的食品品牌，在央视打过广告啊，那我就不了解了，没吃过。华西村对，定调坚定不走高福利路线，防止落入懒汉陷阱的太坏了。首先就是有罪推定，哎，这个没法说了。南街村也有，这就不知道了啊。当国债成为市场所见的唯一有预期的投资标的，再做空都是没有意义的，好像第二天就涨起来了。如果要要投资国内的话，兜兜转转，还是迟早买国有企业收息。
再投回来，再收期，赚隔差的话，不要买中国的啊，国内股票市场赌性极重，上面的夸张程度，全球首屈一指啊，上落的扩张程度。这个你们写繁体字，我觉得很痛苦，经常念错。是，国内投资股市这个事儿就别想了。我记得我是在今年春节还是什么时候吧，就跟大家讲说，已经把所有国内的股票型基金所有都抛干净了啊，就再也没有任何国内的跟 A 股市场有关的资产了啊。然后后面还涨了一段啊，但是我还是坚定自己的信心啊，这个事儿没做错。南街村主打的是调味料品类啊，没吃过。老胡亏掉8.5万了，好吧，让他亏吧。今天公布的挺好，可能是帮扶永辉的股份啊，股价。于东来很早前就和永辉老板认识啊，这个他跟永辉的事情我还真的没太研究，因为这两个企业离我都挺远的。南街村衰败有一阵子了啊，不知道了。死而不僵啊，面上不可能崩的，不好说啊。就是所有你觉得它不可能崩的事情呢，可能就到了某一个临近点的之后，它就嘎嘣的一下就崩了。这些社会主义村子后来，都是传给儿子侄子。对啊，那还能怎么办呢？你看看这个金三胖，第一次赶上啊，来了，你这肯定不是第一次。银角大王这个名字都这么有辨识度。崇祯这一段是不是看的罗振宇的视频？没看啊，这种还是比较早就了解啊。机器做空人民币没错的，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抢美元是真的啊，因为川大统领应该还是会上啊。川大统领上去的方式呢，就是给这个中国商品加税，但是中国商品加税以后呢，美国人民的收入呢又不能降低，对吧？美国人的购买力不能降低，那么怎么办呢？就是美元升值啊。那么中国产品加了税了，美元升值了啊，那美国人依然可以用原来的价格去买到中国商品，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所以可能如果是川大统领上台，那么美元肯定会暴涨。炒股亏几万啊，但是因为炒股出席各种论坛会议赚了非常多。我们不管他为了炒股参加各种会议论坛赚多少，我们要说这个胡锡进炒股亏这几万块钱啊，也基本上亏了10%吧，10%多一点点，已经算是所有炒股的人里头炒得好的了，对吧？他已经算是亏得少的，跑赢基本面了。钠离子电池是个好的发展方向，如果能够解决重量问题，以后大概率可以领先。这个我倒不认为啊。钠离子电池其实现在好多是用来做储能用的，它不关心重量，也不关心体积，也不关心充放电速度，对吧？那个这么做起来还是 OK 的。为什么要投啊？这讲的是什么？最早是天津大邱砖，于作敏最后被收拾了。是的，截止5月，我股市收入15%，6月大跌，把我今年的利润亏完了，一犹豫就万丈深渊，好吧。胡锡进一年几百万肯定有啊，这个我觉得我们也不用肯定啊。你这个咋去肯定这事儿？人家说你造谣，你能拿出证据来吗？你说我已经看了他们家的所有银行账号啊，胡锡进一年肯定几百万啊，所以很多这种事儿呢，千万不要说的特别肯定啊。点赞留痕啊，感谢，一定要点赞。大统领上不上不知道啊，咱们往下基本上是必须的。那咱们这事儿咱就不管了，咱们这儿稳中向好啊。有一段时间没看直播了，说一下美国汇率吧。这个咱们刚说完，因为美国汇率我也不是特别懂，反正现在就是有钱换点美元。今天各位在座诸位，95%应该可以划归到反贼一类。没有啊，你像我这个人，肯定是这个又红又专啊。老范念我关于工会的
批斗小作文啊，我没看到这个我是看到有这么一篇作文了，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工会呢，这种东西它其实是一种比较传统的一种制约方式吧。但是呢，在这种全球化的基础上，对吧？它跟全球化本身是有很大的矛盾的。你在美国玩工会啊，美国的企业就跑到亚洲去建工厂啊，然后你在亚洲玩劳动法，比如中国玩劳动法，然后这些企业就去越南啊，这个企业家是不跟你工会费这劲的。但是你如果没有工会呢，你在这一个国家里或者在一个封闭的小环境里头，这个工人也是得不到任何保障的，还是要有一个平衡。人民币在我党看着的情况下，对外币都有个区间啊，做空人民币能赚钱吗？我觉得你们就不要费这个劲，存点美元是真的啊。胡已经跑赢了99%的股民了，是的，以后买 AIPC 还得从美国买国内版，就算重装了系统，很多原生的功能也还是不能用，科学方法也不行啊。这个你从美国买也白费啊，想多了你。QIFI 这是什么玩意儿？我有个连连财报都不会看的老表今年也炒股了，看他充满信心的样子，我猜大 A 真不行了。哎，万一人家赚了呢？美元不是1年5万刀限额吗？也跑不出去几块钱啊，你有多少钱啊？对吧？这个其实是这样，就是你真想跑，肯定有的是方法把钱跑掉。我坚守了2年，腾讯赚了10多万港币抛了啊！这2周买了特斯拉和 AMD，就已经赚了10多万，这就是差距。我觉得咱们比如说不炒股啊，咱们就是说做一些这种投资，你去买纳斯达克指数就完事儿了，对吧？这个纳斯达克指数基金，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小号的我党啊，不反，我们都爱国，绝对的。美国还不降息，股市就这样引领全球疯涨。如果降息，那还不再涨破天际，太恐怖了。降息这件事儿，现在大家已经成为玄学了。工会主要的口号是发口罩、发老百用品、洗衣粉，对。工会就是小号的共产主义啊，其实还不太一样，工会有工会的玩法。德南调料。南德调料、南街村啤酒、北京方便面，都是南街村的，有临颍县还是在临颍县还是有影响力的啊？这个真的没听说过这地儿，有限额啊，家里那几口人每人5万才能换多少，意义不大你要真着急，肯定有招你给我打500万我给你发一套软件，然后对。仅收你50万你的450万就过来了。哎呀，这不就是10%的手续费吗？擦边的跑美元，又怕被人割韭菜那这事儿能怪谁呢？你怕被人割吗？好，我们继续。胖东来的擀面皮这个讲完了我们来讲初中地理考华为我觉得也不一定是90后的代表吧。各个年代的人都有这样的人我觉得老范描述的这个90后的特征，没有特别的代表性。好吧，这个估计被我说的是一位90后这个觉得我每天很辛苦的，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这个其实一直是这样我是70后吧，这个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每次上桌，一帮人喝酒，来60年代的喝一个，70年代的没有，50年代的喝一个，60年代的喝一个然后就跟我就没什么关系了，因为我当时最小，对吧？后来到可能30岁左右的时候，已经不再流行这件事儿了。这个大家都是觉得下一代人会整治这个职场90后整治职场，00后整治职场。现在呢，我想想，05年出生的现在应该是19明年20，现在还没有上班那么这个零几年出生的还是这个可以整治职场的再过几年这个就是05后整治职场了，就是每5年折腾一次
再往后啊，常州这个地方应该不是这么没文化哈，估计华为赞助金额不少。当然，如果是局长的海归千金进了华为这种，其实也可以想象，毕竟现在留学生找工作不容易。下一次建议可以考一些美国地理信息，例如我军东风快递需要打击美国太平洋舰队圣地亚哥航母舰，请标明坐标并且选择是用 GPS 导航还是北斗导航，为什么？这个怎么说呢？常州我也一直觉得应该是个挺有文化的地方，虽然我没去过啊，但我是个常州人，就是我祖籍是江苏常州，父母都是江苏常州人啊，所以我是常州人。但是我自己从来没去过。至于说这个华为的员工是不是，比如说局长的小孩去华为这件事儿呢？我要跟大家讲这么一个事儿吧，就是我原来有一些同事，后来进了华为啊，进了华为以后呢，有一些呢，觉得实在受不了就出来了，然后也有一些呢被华为彻底洗脑了，就觉得我太冤了啊，我这个华为被全世界针对，然后我们就是最后的一线光明的希望，对吧？也有这样的人跟他说任何华为有问题的事情，他马上给你翻脸这个华为洗脑还是有一套的，因为我确确实实见到我有些同事被洗了而且洗得非常厉害。好，让我们来看看这边还有什么对，今年纳指涨了22%了这多好！这是钓鱼的好吧？看来这个说$50,000这个 BIO有人说你是钓鱼的。纳斯达克指数可以用支付宝上买吗？不知道，没玩过。经真好吧。降息反而有可能大跌，降息也可能被解读为经济开始不行。我觉得不要想太多，这个股市有它的规律。有纳斯达克基金和 ETF， 国内基金和股票账户都可以买。但是现在呢，买这些 ETF 是要收税了。前2天说你在国内买这种美股 ETF 都要开始算税。秦以来中央集权，民国有一段民主政治，如果彻底改变，必须走联邦制，先地方政改，普选。这个我觉得咱们就不要给出这种主意了这个以后再说了，跟咱没关系谁有渠道抓谁那种碰到过好吧？我没渠道这个今天是前总理的生日，不知道历史、地理、社会。应该一起教这是主流的年鉴派，好吧？江苏的佛罗里达、常州、调州嘛，我还真没去过以后有机会可以去看看。作为一个常州人从小在这个户口本上各种的这个填的表格上，祖籍都是江苏常州，但是我自己从来没去过。调州、常州号称东方小佛罗里达，也是奇人遍地，好吧？国内的 QDII 基金安全吗？不知道，我没买过以前买过，后来都清了。1秒就进几十内，经真太好了，是。但是呢，你也要注意说话呢，就是你反复强调一些事情，确实容易引起人误解。不吵不热闹，对，被洗脑的人还能做出好产品吗？这个就没法说了。说进口软件那也算渠道我今年也是做进出口，你无实物交易对外汇银行看得死死的这个我们就不研究这个事儿了已经有人怀疑你是经真了，你还在这儿跟人讨论这个，何必呢？好，我们继续这个是上周的吃药直播就礼拜天吃药直播，有人教我们了说教会税，在德语这个词挺长，我们就不念了。丹麦语是什么？英语是叫 Kach， CHURCH
Couch Tax 啊，或者什么啊，我们还是不念这个了，是对宗教团体成员征收的一种税，在奥地利、丹麦、芬兰、德国、冰岛、意大利、瑞典部分瑞士地区以及其他少数国家征收。德国政府协助具有公共法人资格的宗教社团向其成员征收等于个人所得税额8%到9%不等的教会税。啊，这个好吧，算是我们长知识了啊。当然还有一位朋友在讲说德国每年申报个人收入退税的时候，国家又会把教会税同样数目退回给个人啊，有点像捐赠给公益组织的捐款啊。这个好吧，又学到新知识了。再往后，仅退款、运费险正在毁灭中国电商和大学生。有人讲了说，散人有句话说的没错，家庭教育弥补不了社会道德滑坡，大概是这个意思。有便宜不占王八蛋这类思想，犹如毒品一般，习惯了之后很难戒掉。当这个社会上大部分人都抱着这样的，只要薅的不是我的就好的这种想法，必然是这种合理利用规则行为的流行，形成互害社会啊。这件事儿怎么说呢？其实我不赞同这件事儿不赞同这个说法，就是家庭教育弥补不了社会道德滑坡这件事儿，其实不是特别赞成。我们原来看过这样的一个话，就是有一个老外说，你什么样的情况下就知道你在中国待的时间太长了，对吧？原来想看电影一定要去买个盘或者要去买正版，现在呢就想着上哪儿去下载一个原来你这个上车需要去谦让，需要礼让，现在你要冲上去占个座，对吧？这就是说明你在中国待的时间太长了。所以我一直觉得，仅退款运费险所有这些东西现在搞成这样的原因是，政府不作为造成底层互害如果政府非常严格的去管理这件事情超过了一定限度以后就可以诉讼，可以有一定的结果的话，它是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一个祸害的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政府不作为造成的结果吧。再往后有人说薅美国羊毛，老范鼓励，叫做帮助美国完善制度，薅自己的羊毛就叫做摧毁社会了。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就是美国的制度呢，还是有一定的弹性和这个可以自我调节的能力吧。当它发生了这样薅羊毛的事情以后，对吧？它也是这样，就是当你在一定范围内，它可能也不管你但是超过一定范围，然后造成了一定的这种整体性的社会危害的时候美国的整个的我们叫制度修改和订立的体系吧就会运转起来，它就会立法去调整这个执行方式。所以呢，它叫帮助它完善制度这个事儿是这么来讲的。至于咱们自己呢，就是我们有点一根筋的这个制度就是只能向一个正确的方向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种薅羊毛的方式，我们是没有这种调节能力的吧，只能这么讲。再往后我朋友在各个电商平台有10几家店，大促从来不报名淘下来的垃圾就给拼多多。这个呢，就是中国电商有很多很多的玩家，对吧？应该是有个可能几万、几十万店家都是合理的我记得当时有人给我看过一个数字，大概应该是几万个店家吧，大概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种里头呢，就是反正吃各种层次的人都有它是应该这样来算。有人说我不参加大促，也有人参加，对吧？那么人家一年年大促搞得开开心心的，肯定也还是有道理的，存在即合理嘛。这个再往后很遗憾，老范没有讲出全部真相。根据有前拼多多商家控诉视频，拼多多有恶意鼓励仅退款因为除了返给仅退款人的奖励外，更多对商家罚款变成了拼多多财报利润的重要部分。拼多多最大的利用了人性之恶，商务部应该明文禁止仅退款行为这个事儿呢是这样，
我再解释一下我对仅退款的看法啊，就是仅退款这样的一个政策，你如果离开了它的额度或者离开了实行的比例，去谈它的危害性啊，说这个东西十恶不赦，我都是不赞同的。我一直觉得，如果控制的好，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政策啊，它可以在相当少的成本下啊，可以让整个的运转啊，整个商品的品质啊，在一定的水准之上，对吧？这是一个大的前提了。拼多多本身呢也会去制止仅退款啊，你比如你买了一些比较贵的东西啊，它也会去处理啊。比如说我买个几千块钱的东西，我买了个手机 iPhone，然后我要求仅退款，这个事儿它是退不回来的，想太多了，对吧？如果你买了个1万块钱的 iPhone，你说我要仅退款，这个事儿拼多多会封掉的啊，这个是不可能的，苹果也不惯着它，对吧？啊，你说我买了个几千块钱的一个什么东西，我要求仅退款，你也是退不了的啊。拼多多呢，它肯定是按照工程学的手段，就是说。我在这个成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尽量的去把这种处理的结果维持在一定比例上啊。那么所谓这个一定比例呢，一定不是说我这个慧眼如炬啊，把所有这个骗子都识别出来，把所有的好人都这个找出来，对吧？一定不是这样的，而是说我只要保证大的比例差不多，那我可以保证说我绝大部分的商家还是可以能够忍受的。啊，然后呢，这个产品的品质也还 OK，对吧？他一定会去调节这个。对于拼多多来说呢，它不是说我罚你点钱，对吧？然后让这个利润好看一点啊，这个就太狭隘了。啊，拼多多要求的还是说它整个的生态体系要往前走。其实现在拼多多压力很大，为什么呢？因为淘宝也好，京东也好，就把它这点招数都学过来了。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拼多多再要想去跟别人竞争，还要想出一些新的办法来。最后一条啊，这个账号管理啊，有人讲说 Facebook 对账号的管理不知道是严格还是垃圾，经常不允许异地登录啊，然后被冻结，又不允许找回和修改密码。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账号管理这种事儿呢，你千万不要觉得说谁家的好使谁家不好使啊，你要想他面对的是谁，就是账号管理实际上后边是一个攻防过程啊，有很多的机器人会爬到 Facebook 上去发帖。啊，会爬到 Facebook 上去发各种的垃圾信息，啊，Facebook 其实在应对这帮人，啊，那么如果他用一些很宽松的方式让大家去异地登录，让大家去这个可以反复的尝试你的密码不会被冻结，然后稍微处理一些什么问题，还可以很快速的找回和修改密码的话，那这个拼多多的生态直接就崩菜了，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工程的问题。我们在可以接受的成本范围内，就是用户、商家的这种痛苦也算是成本的一部分，对吧？在可以接受的成本范围内，尽量让最终的结果接近我们的要求啊，这是工程学的处理方法啊，千万不要觉得这个事儿就是对了，那个事儿是错了啊，谁家被冤枉了啊？没有那么多这个谁对谁错的事情啊，这是咱们今天的这边的评论啊，我看看这另外一侧。啊，感谢打赏，感谢打赏。这个是什么符号呢？应该不是日元吧？不知道。QDII 未必是做真金白银的外汇嘛？是不是有点像搞一个游戏外挂收钱啊？这个不太了解。老范还是做一期央行借国债的主题吧。要穿着无毛印钞的开始，那就热闹了啊！就真的大变局了。这个因为对于那些我真的不是特别了解啊，就是这种金融知识我其实是没有的。虽然我原来做投资，但是我们投的是天使，就我更接近行业，而不是接近金融的部分啊。所以这个呢，我也只能道听途说一下，在这块讲不专业。我倒是觉得骂拼多多没意义啊，自上而下的挤压，下层为了生存自相残杀。是的。有空讲讲华尔街的几年前华尔街什么这个就是带头做 GME 的那个哈，这个原来录过，我记得以前是录过的，就是在前几年，就是他们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好像录过。
70后还不错啊，上大学还是公费，出国前只交了2万。80后就惨了啊，大学自费，交一辈子养老金，等自己退休了，又赶上养老金。其实上大学现在还好吧？我看现在国内大学的学费一个月也就是不是一个月，一年吧，一年是5000多块钱啊，5500、6000的样子。就是公立大学啊，私立的就另外一回事啊，或者叫不叫私立啊，就是叫中外合办的贵一些。仅退款没那么容易，感觉是平台或者商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夸大了宣传，呃，肯定有被冤，就是商家肯定有被冤枉的，有受损失的，对吧？有人在评论里给我写说什么呢？说这个就是服装类70%退货率啊，在大促的时候能达到90%。但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就是你如果这个叫什么呢？平台严抓退货这件事儿，这些商家也不乐意。为什么？因为好多退货率是他们自己刷的，对吧？他为什么要刷退货的？就是我先买，然后再退，因为他希望这个在这个平台的推荐算法里可以站得靠前，对吧？他就要刷大量的假单，刷完了以后退货啊。那么现在这个事儿呢，就是反正就是一开始就是一锅糊糊啊，就没法整。说也不能说政府不作为啊，是成本太高了，老爷们都是向上管理、向下治理的啊。这个你官本位制确实跟这事儿关系不大吧，反正他们有他们的生存逻辑吧。这几天是不是无毛印钞啊争吵的很厉害了？不知道啊，不太了解这个。因为我最近的时间还是比较紧张，上午呢还要教儿子去做 AI 的 agent 啊，下午还要准备明天的内容，然后晚上还要跟大家做直播，所以最近这一段时间，我又是在一个疲于奔命的状态吧。仅退款如果退的不是类似视频，什么意思啊？投诉坏了，没法吃，食品的啊，这个也打开了没有退回的意义啊。如果是衣服电子仅退款，申诉成功应该也是很难的。它是这样，就是它会有一个比例，你是有申诉成功的机会的啊，但是它还是有一个比例。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个，仅退款就是你申请的都给你退了，或者说你连申请都没申请就给你退了啊，不是这样。去德国看了政府大楼的那个词，把我乐了，叫 Rat House 啊，老鼠楼什么意思？旁边的游客说这个词用的对啊，什么意思？给我讲讲。现在看来，仅退款这套已经失败了，因为薅羊毛俨然成了一种风气。很多人哪怕不需要商品，仍旧会在闲鱼帮忙代购啊，把自己的仅退款额度进行套现啊，这个好吧？但我闲鱼还是不太熟练啊，我一直想着是不是到闲鱼上去买点什么啊，但是还是觉得很麻烦。YouTube 广告看完和5秒点掉，对 UP 主收入差多少啊？5秒点掉我就没有收入嘛，看完呢就有收入，就这么简单。但是你如果不喜欢的就把它点掉啊，这个没关系啊。反复跟大家强调过，看广告呢，如果你发现不喜欢的，一定要点掉啊，这个是训练 YouTube 推荐算法的一个过程。千万不要说，哎，我不喜欢，我还要看完啊，我支持这个博主，千万别干这事儿。因为我知道像王志安他们就经常鼓励大家说，你一定要把这个广告看完啊。其实他不懂这个广告算法。当你把所有广告都看完了以后，你的广告转化率会下降，你的广告单价也会下降。所以呢，这个你让大家把这个不喜欢的广告点掉了以后，可能反而这个广告单价会上升。大家都很开心，对吧？我也没看到不喜欢看的广告，然后我这儿呢广告单价也上升了啊，广告呢也有转化率，这个对于谷歌来说也是一个好事儿啊。拼多多会在客户与商家协商的过程中，识别到商家已读不回后，提示顾客走仅退款，或者是退货退款加上抵用券流程啊。开始我也不懂，买了一次摩卡壶后被平台引导走仅退款了。是的，它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很多商家都说啊，我被仅退款了，
然后呢，都说半夜啊，就很多顾客半夜去要求客服，他也没看着，然后呢已读不回就被请退款了。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还是看你卖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顺便说说之前和土拨鼠老师联合直播里头提到的归零啊，我这个安全工程从业者表示不困了。其实归零就是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国内从90年代发展起来的安全工程专业，奠基就是上世纪60年代由美国核子研究为消除风险而发起的安全系统工程和后期以道化学和杜邦化工的安全管理模式，因为安全工程专业的发展和航空业的发展密不可分，好吧？明天早上还有直播啊！明天早上8点半，我跟土拨鼠给大家讲一讲这次火箭到底咋回事有更进一步的消息出来了。上周听你说你家基本购买山姆的商品让我想起之前听过一句话说，山姆算是国内唯一的老百姓的特供以前一直觉得山姆东西贵，后来越品这句话越有道理，后来就不觉得那么贵了。山姆其实商品不贵，它只是包装大。以后有机会跟大家讲一期山姆吧，这个山姆还是挺好玩的一个故事但是呢，我可能讲的角度不一样。我们的公立大学是互联网思维极低的学费，然后通过给学生看广告来赚回成本，而广告主是国家这个没看懂，总算赶上一天你这个确实不常见。华为零元购 GitHub， 老范怎么看？此举是为了构建自己的生态嘛？此举就是自杀他自己的生态是构建不起来的。其实说到国内安全事故，主因不是在于安全管理能力疲弱，主要还是政府监管失位。就像老范之前说的那个故事，你出门那个不在本地的当事人签字是的，那怎么办呢？这个主管部门监管的目的很大比例是避责而不是担责当面跟你打哈哈出事就翻脸不认这些人其实不是不懂恰恰是规则研究到骨子里了才会有各类奇葩操作。中国呢，我觉得一方面是这个，另外一方面是它整个规则有时候定的很不合理。第一次赶上直播点个赞先，请问快手号称自研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水分多不可灵，我本来想试一下，结果他又要求我装快手，又要求我装那个快手的什么这个视频编辑软件，然后折腾了半天，申请了试用也没给我，所以我没法给你这个结论买一箱鸡蛋坏多少个拍照举证退多少只的钱，有很多商家只是虚拟代理商即使全坏了，他也是优先退货退款，除非运费比商品贵这个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前几天我买了一个万能 WiFi， 万能 WiFi 是什么东西？跟客户说了2句，网太卡。拼多多客服弹窗说可以申请仅退款，那玩意儿确实便宜，才10来块。对，它实际上好多仅退款就是对这种10几块钱的东西。闲鱼在超大型城市非常好用，拼多多是超小型乡村最佳解药，好吧？这个其实这仅退款是有一定的意义的。拼多多的有的卖家明摆着是卖假货他们这是他们的一个买卖方法，我觉得是一种威慑吧。仅退款是一个对双方的一种威慑。精准投放是的，高层失去工作之后就卖房，然后去东北躺平，那边消费低，1块东北币等于北上广深3块钱都说东北便宜，但我还没去，有机会去转转山姆不就是中国最大的预制菜超市吗？去了几次也就是那样。山姆预制菜的质量其实还是不错的我从来不觉得预制菜有什么问题陶氏化工，好吧，这个就离我稍微有点远了支持讲山姆这个等我准备准备咋可能不懂呢？广告是指哪些课？谁又不懂？哈哈哈这个广告
那个其实真的没有任何意义啊，讲那种课真的没什么意义。期待你讲山姆，我之前还听说他们卖货不赚钱啊，赚会员费啊，那是胡扯。这个山姆最大的收益都是房地产啊，就是包括肯德基、麦当劳最大的收益都是房地产啊。楼上是的，国内安全工程专业的翻译为道化学啊，好吧。Red House 啊，说到广告啊，上次 TCL 出了个事儿，电视关机 TCL 广告自动把亮度最低静音，然后偷偷播广告，用户不小心按遥控器发现的，这个有点太二了吧？但是这种事儿也有可能会干啊。山姆便宜是说同品质的商品不贵，但是山姆一般不卖那些品质比较以下但是特别便宜的商品，好吧？Right 这个词德语原意是劝告的，建主义办法转译为参会委员会理事会。Red House 这应该是一个词，不应该分开写啊。这看来是个懂德语的啊，想写个拼多多的脚本，他们的登录 token，还是挺难抓的，天天斗智斗勇。他们这勤奋程度，我不信他们解决不了仅退款被薅这么严重的问题。我觉得仅退款被薅呢，他们是一定是允许你存在一定比例，现在只是比例有点失调，对吧？万能 WiFi 的商品不值钱啊，有内置广告支持薅羊毛的，类似给农村大爷发的免费收音机。哎，我还真没用过这玩意儿啊。胖东来搞不大 ，Costco 这类进入大陆市场，那都是事先打好招呼了，有大佬加持，小鱼小虾分分钟就逼着你就范。估计，东来现在正忙着主动找大佬啊，那就不知道了啊。这个咱们不用去猜他的。我过去是3年的山姆会员，最后一次会员卡过期了1个星期，到结账才看见，让后面大婶帮我结账，只有几块钱的东西被收银员拒绝，我说人家自己，就不想买这个嘛，收银员居然威胁后面大婶说，买了就取消他的会员卡，太侮辱人了。这个应该不会啊，像我们原来也经常遇到这种事情，特别在 Costco 啊，在美国 Costco 我们经常借人家的那个会员卡。这个我觉得应该不太会干这种事儿，赚会员费是更加领军的 Costco 啊，Costco 是，但是 Costco 呢，怎么说呢？就是他们卖的其实赚的不是会员费，他们只是在做报表的时候，让他每年的利润正好跟会员费相等，啊，这就是做报表的时候的一些技巧而已。或者内置后面程序偷流量啊，这个不了解了。国内买纳指基金溢价严重，买了就先亏20%左右啊，不知道。公立本科学费还是不高啊，09年学费是5000多，今年大概是5500，有的是6500啊，大概是这样。在安全行业，国内的规则其实和国际行业惯例差别不大，但问题在于，过于重视效益啊，而安全是纯投入，没有企业真心愿意花钱花费这个成本。其实国外也一样，但是国外对于安全事故，尤其是人员伤亡的处罚，会让企业主倾家荡产，而国内多半是选择性执法。事儿大了就从严处罚啊，暂时没出事儿的根本不会管，这才是国内根本的区别。是的，国内主要是管的少国内有溢价啊，支付宝场外买应该没有吧？不知道，这个事儿我没研究过啊。不过我每年的会员费都返点回来了我几乎每天去 Costco 或者山姆薅羊毛。好吧，这个如果我去美国的话，就拿着你的 Costco 卡去买东西了啊。天热去 Costco 逛逛，每个货架走一圈就有5000步啊。好，我记得我以前在美国 Costco 去买他们家那个大樱桃，哎呀，真好吃，但是需要抢，经常抢不到我们以前到美国出差，然后就借了同事的那个 Costco 卡进去买东西但是最好吃的还是我印象里那个 Costco 卖那个肋排拿回来烤一下，真好吃。用脚趾头都想知道都知道有些事儿见多了就不用去猜吧这个我觉得这个叫路径依赖，
所有你用脚趾头想出来的事儿呢，大概率都是错的。山姆在加拿大被 Costco 干的要关门的样子是吗？这还真不知道啊。走路再多来一份热狗就又回来了，挺好。Costco 的大杏仁和腰果好吃啊，我也买过。好啊，我们今天是不是基本上就到这里了？今天如果没有什么新的问题的话，我们就到这儿，因为明天早上还要直播。我待会儿会把明天早上直播的这个预告发出来。我看石景山山姆和美国的不一样，他们天然就觉得顾客就是来占便宜的，也不至于了。就国内985那种授课水平，这个何必呢？支付宝可以买 QDII，纳指 ETF 可以买啊？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刚来啊，刚来可以追一追前面的内容啊。微信也能买啊？不了解。现在安全行业可不好干，to B to G 都没啥钱，回款费劲。据说今年 HVV 2个月风声鹤唳，好吧。老范以前出差多的时候，在国内外机场都吃啥？这个肯德基、汉堡王，反正我一般是吃西餐啊，就是能吃西餐尽量不吃中餐。航天的安全可能还是和其他行业不太一样，好吧。这个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周三老范读评再见，再见，结束直播，明天早上见啊。